weekdays 有可能是一天15到25公斤，周末的时候我们做过最多一次的螃蟹是55只，他就进来检查看有没有蚂蚁、蟑螂还有苍蝇。蜜蜂糖的话会比较润肺啊，比较滋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加牛奶。这就是我们的五红花椒奶。一开始是不想上镜头，那到最后一定要露脸才会更多人知道你，所以就跨过这个挑战。我是如月莹 Esther， 现在在家创业做鲜炖花椒奶。我是一ham的 Desmond， 我是把最好的ham煮给你们吃的。这个酱汁是我太太的秘方，她研发的，然后交给我。这个就是那个 ham 跟辣辣的灵魂。刚刚开始我们只有一个 product 就是 ham， 第二个就是 top shell， 第三个是公公，后来就是活的老虎虾，这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。它其实是鱼的肚子，晒干了过后就变成花椒。有些人的概念就是花椒就是一定是吃咸的，很少人会想到喝甜的。大概用了4到5个月吧，就慢慢去摸索，然后去选食材，因为不同的花椒品种它的腥味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我们的五红，里面有枸杞、红米碎，然后有一些燕麦，还有一些小麦、红豆、红枣。居家业者在新加坡很常见，早在80年代，政府就推出了居家生意计划，允许居民在家从事小型服务业或手工业，比如烘焙、手工、美容或补习等等。2020年，冠病疫情意外带动了一波居家创业的热潮，林俊杰也是其中一员。他的广告营销公司因疫情停业，迫使他另谋生计。当时我的太太在新胸就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要不要买 ham， 因为我喜欢吃 ham， 所以他就买了差不多应该有1公斤。我太太做的时候，她有 post 在 Instagram， 有 post 在 Facebook， 我也是有 post 啊，所以我们的朋友就message 我们说能不能做给他们啊，我们就 OK 啦，心情我们这么有空，我就去巴萨买了10公斤，那个也是很痛苦一下，我做到半夜，单洗，我也没想到这么久，所以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不要做了，他们就叫我卖给他们了。So from 那边他们就一直 order， 连他们的朋友也是 order， 我们就开始了做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就很简单的，我们也没有 advertise， 可是 order 天天都在进来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 ，Why not 我们做这个东西？顾客在1天前在网上预订，你可以选是自取还是delivery， 半夜12点到1点之间，我们就会发我们的 final order 给那个供应商，所以他们就会准备，人就早上就送给我们。第一个就是确保我们的 ham 要新鲜，因为其实很明显的 ham 的血色应该是要透红的，如果是深红到黑的话，就是已经不好了。我们其实有一次有25公斤是这样的，我们直接丢到了，1粒把1粒需要洗，你洗完了还要洗里面。因为里面都会有泥土嘛，跟一些沙啦，要不然就有那些小螃蟹啦。通常收到顾客订单过后呢，是会开始去刨发花椒，因为花椒是需要24小时去刨发的。那出货当天的话，一早会起来，需要拿2到3个小时时间去炖煮花椒，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会安排配送。回到家的话，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可能休息1、2个小时，然后晚上会做一些视频啊，或者是回复顾客的讯息。如月莹本来在一家公司做人事招聘，但今年5月被裁员后，她开始全职做居家业者。一开始的话是自己想吃，所以在市场上有找一些即食花椒。我不喜欢那个味道，就可能有些会很腥，所以就决定自己去研发，自己在家炖。然后久了过后就想到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些副业来赚外快。那被裁了过后，我大概拿了1、2个月的时间去找全职吧。可是现在新加坡市场其实是很难找到工作机会。想到既然我已经开始副业了，倒不如就尝试看看，就把它变成全职。因为规模小，居家餐饮生意的食品安全风险也相对较小，因此无需向食品局申请执照。即便如此，月莹仍报读食品局认可的食品卫生课程，
确保自己遵守食品安全规定。俊杰也只向持有食品局执照的批发商购买海鲜，卫生要求严格。但他曾经被匿名举报，食品局的稽查员因此2次上门。进来也是检查看有没有蚂蚁、蟑螂还有苍蝇。SFA 也是 doing their job 啦，to come down to check and make sure that 我们 don't operate as a commercial kitchen 啦，and to check on the hygiene also 啦。他就问我们在这边洗吗？我就说是，然后他就把它开起来看，检查看有没有那种残留的那些不卫生的东西。因为我有一个 trash freezer 在外面，还有一个冰橱在这边，所以他就问我的 ham 是放在这个冰橱还是 trash freezer？ 我就跟他说是 trash freezer， 因为 trash freezer 够冷，才能保护到那个 ham。他就说很好，就这样子，对的。居家创业不需要太多前期投入，而且月营和俊杰售卖的食物价格也不低，花椒奶3瓶58元，海鲜的售价也大多在30元以上。不过，作为居家业者，他们面对的限制也不少。除了不能打扰邻居或影响周边环境，其他规定还包括：屋外不能有广告、招牌或海报，不能提供外汇服务，不能把食物卖给零售商，禁止使用非家用的重型设备，经营者必须是屋主或住户。主要让人家知道是用自媒体。一开始其实有去参考别人的视频，怎样去做拍摄。我自己本身是一开始是不想上镜头，那到最后毕竟是自媒体嘛，所以一定要露脸才会更多人知道你，所以就跨过这个挑战。目前的话还不能完全支撑我的消费，比起之前打工的话，现在的收入其实是没有到1/3，一周好的话可能6到8单，那平均1单的话会有大概3瓶，所以8单的话应该是有24瓶。那如果有时不好的话，可能只有2到3单一周。我们的销量 weekday 就可能是一天15到25公斤，虾的话我们可以说2公斤到5公斤，螃蟹的话8只到18只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做过最多一次的螃蟹是55只。其实我们是没有在做账的，可是我们就看我们银行户口没有在掉，而且是 maintain 的，就是没有输钱了。挑战其实是工作量了，因为我们不能请人嘛，我们就是 restricted within 我们自己的 family members 嘛。如果相比跟之前before COVID 的时候，盈利最少掉一半吧，50%吧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健康也是50%回来的。我结婚前是66公斤 ，COVID 的时候我是90公斤。够吃够喝，12月我们能去一个2 weeks holiday， 其实我觉得 OK 啦 ，not that bad， 我们不会饿死。No, not you, not you. A shop selling food. December, where you want to go? I want to go Korea. Korea again. Where? Busan. 告别职场打工人的生活，成为居家业者后，俊杰和月莹都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疗愈。比起打工，心态上会比较轻松一些。打工的话，会面对不同的人事关系，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。那自己创业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拿捏，自己去从0到1去做，其实是很不同的。可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享受这样子的面对不同的挑战，所以我觉得过得很充实。有时你心情不好，你在那边刷着，你就在想东西，就刷着，你就舒服点了。之前before COVID 我就是工作太繁忙，就很烦躁。我做了 ham， 因为我没办法赶，因为没有shortcut的，所以我的 patience 也是开始慢慢变好。COVID 之前，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外面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做工。所以我天天都要想办法赚钱。我到家的时候都凌晨3点了，所以其实你说孩子，我看他们长大，其实错过了也是很多年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其实这个 ham 如果真的能做，我也不要求多，就能每天生活就陪孩子，我觉得这样不错了。